水神府前。哎，怎么感觉恒娥仙子跟此前不一样了？这如此佳人，久居广寒，一颦一笑竟是如此让人心神向往。秦天柱却是眉头一皱，暗道一声好强的修为。后面的事也可算作是真天庭男仙福利。恒娥与水神相谈一阵，水神表明离意，恒娥主动提出献舞一曲，让水神这位月宫总教习看看他是否配做嫦娥们的灵舞。李长寿自然不敢拒绝，要是拒绝了，那回去肯定会被众男仙戳脊梁骨的。他答应一声，坐在原位。恒娥去了侧旁，伴着玉兔奏出的箫声轻轻起舞。诚然，这舞姿很美，当世仅有，哪怕云霄仙子暗中练习这么多年，这一方面也只能说一句术业有专攻啊。但李长寿看在眼中，心底总是冒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念头啊，始终还是不如仙子蹦迪有期待感呢。离开广寒宫时，李长寿扭头看了眼这近乎毫无人烟的清冷宫殿，心底轻叹了一声。今后是来不了此地了。我哪里去搞浪前辈的消息啊？那是被天道抹杀，直接从众生记忆中抹去了。天道老爷安排我来这儿，是警告我后面不要乱搞，不然一个下场。我跟浪前辈的路全然不同，我追求的文与均衡，绝非是畏缩不前。任何路，任何道，都要一路走下去，才能够知道后面是刀山火海还是鸟语花香。与其说此行会影响我的道心，倒不如说让我更有了斗志。我可不想灵娥也成恒娥一般。宿命这种东西啊，本身就是伪命题，咱们信的是辩证发展观。与此同时，广寒宫中的楼台处，恒娥抬手扶着帷幔，远远地眺望着李长寿和灵珠子离开的方向。道不尽的红尘依恋，也只剩这般轻叹。是个好人呢。后面的玉兔少女哆嗦了一下，差点急哭出来。此去广寒宫，实指你可有收获？正慢慢离开月宫的云上，李长寿如此问着。灵珠子略微思索，答道：师叔，那位恒娥仙子生得好美，但总给弟子一种深不可测之感。天庭女仙都是这般吗？李长寿闻言感慨横生，拍了拍灵珠子的后背，传声道：部分是，部分不是，也不只是女仙。有些仙人呢，看起来单纯无害，心底的想法比他头发都要多；有些看起来心眼贼多，实际上有可能只是被利用的傻蛋儿。你今后看人也必须要长一个心眼，多想多看，莫轻信。啊，对了，这些话别说出去。灵珠子眨眨眼，小声问：那我师父呢？师叔如何看我师父呢？太乙师兄啊，心黑口快吧。灵珠子眼前一亮，原来长庚师叔对师父的评价是这般，心直口心黑呀，我觉得师父也是挺好。李长寿不由朗声大笑，心底却是在微微思量。灵珠子总不能一直待在水神府，跟那些龙套都算不上的天将摔跤玩游戏。灵珠子来天庭这么多年，我答应太乙真人之事，成效一直不明显，有改善也颇有限。是时候开始真正的灵珠子养成计划了。我一直让你在水神府中不外出走动，这些年可闷坏了你。再过1-2年，我解决了手头之事，再为你介绍几个好友吧。有劳长庚师叔挂念。灵珠子笑着答应一声，笑容中写满了天真烂漫。
甚至让李长寿莫名的就有那么一丢丢的负罪感。自广寒宫回返水神府，安顿好灵珠子，李长寿就赶回了月桂宫中，等待着自己的任期结束。这一次广寒宫一行有2件事的后续发展，却是有些出乎李长寿的预料。其一是他面对横娥从容有度，看横娥起舞全程淡定，成就了一段美名。而这件事很快就在洪荒流传开来，竟然为他此前因为对云华仙子定罪的骂名摘走了那么一点，把他说成了是摸得感情的天道正神。这李长寿就有点无力吐槽了。我需要杨戬打上门来，而不是杨戬暗戳戳的谅解呀！喂，万一杨戬长大了，真的来一句我理解你水神，那我借准提圣人之手给杨戬种下的种子，让杨戬能够如那些魔兵一般快速崛起的计划，岂不是功亏一篑了？但对这般事，李长寿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，只能在今后注意一些，最好是别有任何的名声在外流传。其二就是铜镜直播这种形式迅速在天庭之中流传开来。李长寿搞的这种铜镜只不过是取了一点巧思，用不算高深的炼器手段，融合了云镜术、镜显术以及少许禁制，很容易被模仿。不少仙神自己搞了类似的法宝，在天庭之中兴起了一阵单对单的直播活动。李长寿见此，顿时来了灵感，这不就是他此前一直在寻找构思的流影球观影体系吗？用铜镜、琉璃镜等多终端法器，融合流影球记录传播体系，有限度的洪荒护鱼，不就借此完成了？超级天兵计划不就可以顺利推广了？李长寿一琢磨，此事有利有弊，但是利肯定大于弊，说干就干。得了玉帝允许，通明殿中备案后，李长寿率领天庭仙神日夜攻坚，迅速开发出了单对群对单的铜镜原始网络体系。他在水神府前竖起了一面巨大的仙宝铜镜，此宝融合了数百位天庭仙神能工巧匠数十个日夜的苦思，名为大中转铜镜。此镜能够同时接纳300人进行直播，并将直播的内容传递给3万只铜镜。与这面铜镜相连的是2种配套的小铜镜，第一种是用来制作内容，第二种是单纯用来播放。第一种铜镜需要仙神主动申请，通过通明殿审核之后，就会被给予天庭记录者的名号，允许其进行绿色无害的直播活动。第二种铜镜现价300，即能在天庭内使用，可以自选镜面大小，随意选择同时在直播的内容。水神府推荐团体购买。这些铜镜的所有解释权归水神府所有。就这般风风火火的铜镜娱乐在天庭之中迅速的兴起了，3万只铜镜很快就消失一空。李长寿给各位参与研发的仙神分红，又拿出了部分填充天庭宝库之后，净赚了也就100万灵石吧。这不过是一些小意思，勉强足够完成小琼峰火力卫星的一支。他李长寿身为太清准弟子，天庭中等权神，现如今还会在意这些？当然在意了，能够早点完成自己构想中的小琼峰完全体，也就能够多一点安全感嘛。申请做天庭记录者的仙神很快就突破了100名，李长寿为他们写了一份记录守则，其内标注了注意事项：不可哗众取宠，不可剑走偏锋，不能有损天庭威仪，不能有任何引起旁人不适的内容，违者雷罚殿伺候。又半个月，有几位善于表达自我的天庭仙神迅速开始走红，成为了天庭中第一批镜红。其中人气最高的却是想要提升自身的知名度，方便与更多天庭女仙产生更多交集的天河水军副统领变装。他直播的画风差不多是这般，几名天兵在旁边敲锣打鼓，穿着银亮战甲的便装，展示着他那该死的魅力，对着铜镜有节奏的呼喊：
同袍们好，末将天河水军副统领卞庄，一首浪里白龙送给你们，希望你们能喜欢。酒吃怕火中烧，甲伴我阵前笑，天河边领风骚，我把这青龙挠，待敖乙看爬。本自在读兵书的敖乙捂着被9齿钉耙擦破皮的胳膊，黑着脸扭过头来，招来一把长枪，口中发出一声龙吟，转身就扑了上去。那一天的卞庄一如既往走得安详。通过铜镜体系，有金仙分享炼丹炼器技巧，有女仙直播绣花作衣，也有瑶池仙子开直播舞剑弄刀，煞气满满。李长寿定下的宣传口号也是因恒河之事有感而发的，叫做打破固有印象，重新定义仙神。顺带一提，李长寿命人送了2面铜镜去广寒宫中，一方面是给那位凶悍宅女3届第1美人解解闷儿，一方面呢是想让她也加入展示自我的行列，与外界也算是有点交流。没多久就出现了一个玉兔吃胡萝卜的直播间，玉兔少女抱着一筐胡萝卜，一边抹着泪一边啃。因恒河有一只脚丫出镜，这场直播观者甚众，差点烧了作为中转的水神府大铜镜。天庭因为竞播之事，比往日多了几分活力与热闹。当有仙神提出为何不增加一些互动的方式，比如说给自己喜欢的天庭记录员送宝物送零食什么的，被李长寿给直接否了。这种打赏啊，容易催生出难以控制的娱乐形式，众仙神天将还是要以修行为主。竞播呢，也就是解个闷儿，必要时做做宣传，李长寿自不会让他变质。天庭内部越发热闹的同时，李长寿派了数十队天兵天将，在东胜神州数十个防阵中，借用了最显眼的楼顶位，竖起了一只只大铜镜。铜镜出现了清晰的画面，开始循环播放第一支天庭征兵留影，主角便是有情玄雅。其内的内容也很简单，有情玄雅乘着天马，身着有些残破的战甲，在灰暗的天空冲入阴云中，呼喊一声天庭之光，金光绽放，阴云消散，天空顿时化作了湛蓝，阳光照亮了下方嘶吼的群妖。羞耻是归羞耻啊，但是效果确实是不错。李长寿静坐在月桂宫中，一步步推动着这些小计划，心底盘算着90年之后、900年之后的大算计。南赡部洲中，商部落发展速度无比惊人，迅速吞并了一个个部族，并朝着南赡部洲中部繁华地带进军。人族气运在朝着商部落汇聚，人皇气运开始重新凝聚，与天庭息息相关。作为商部落的图腾，孔宣一直隐藏在这个部落之中，很有耐心地守护着他们。但凡有仙门仙宗想要搞事，所派的刺客都会无声无息间消散。商军出征，两军交战时，若有炼气士参与，都会被瞬息抹杀。凤族的气运也因此总算是有了起色。这日，李长寿喊来有情玄雅，告知他不日便将去天庭。有情玄雅毫不迟疑，当下就要收拾行囊。李长寿却拦着他，笑道：趁着这个机会，我也有事要叮嘱门内。玄雅，你去请掌门来黑池峰上聚一聚，算是为你践行。师兄你安排就好。有情玄雅微微颔首，驾云赶回了破天峰上。李长寿传声招呼一句，让小琼峰棋牌室的那几位真大佬来湖边即可，稍后一同去隔壁峰上。洪荒不计岁，岁月如流水。上次黑池峰这般热闹，已经是云霄前来的那一次了。李长寿只觉得一晃神儿，还以为是在昨日呢。迈入金仙境之后，时间观念确实是有了微妙的变化。白泽、李长寿、赵公明先去厨房忙碌，
后赶来的空虚道长季无忧也只能跟赵公明一个待遇，为两位大厨大大下手。为了让此地的阴阳气息均衡一些，李长寿还托师祖江灵儿请来了师祖伯忘情上人。忘情上人出来时，便见几位女仙在水潭旁作曲水流觞。当时富贵儿的眉头就是一皱，我家夫人还真是这般不论大小，与我徒儿九玉师，掌门弟子熊灵力，徒孙辈的玄雅灵娥，才能说笑打闹。忘情上人抚了抚鬓前的两缕白发，白衣如雪，仙气四溢的他立刻就要向前训斥自己的徒弟几句。然而他刚刚迈步向前，就听身后掌门那刻意压低的呼喊声：忘情，这边。富贵儿皱眉看去，也是心底一惊，掌门竟在道袍外穿上了奇怪的衣服，手里还提着一口铁锅，正用法术凝出水流，冲洗着锅内的残油。其内传来一声：小季，锅来。来了。无忧掌门季无忧笑着答应，转身就跑了回去。富贵儿都懵了，这是什么？不多时，富贵儿也加入了打下手的行列。他盘坐在一处锅灶前，小心翼翼地控制着火候的变化，道心是翻江倒海。旁边那个身着战甲、蓄着大胡子、没事在旁边捣乱的前辈，是截教的大能赵公明。